那么今天上午的第二个品种来自于咱们的粉丝约稿，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港股药师帮的整体后期走势。那么这里我先说一下结论，中长期来看的话，后期向上的一个反弹空间是比较大的。那么短期来说，存在一个调整的一个可能，但是这个调整可能是新的一个机会新的一个进场的一个机会，因为目前它整体的一个反弹幅度还没有达成一个最低的一个预期，因此对于这只港股来说，后期我们整体是比较看好的。下来我们从波浪理论的角度来研究一下这一次反弹的它的一个内部结构，以及后期反弹向上的一个目标压力在哪里。首先我们研究一下，就是从这一次前期的一个下跌，23年的8月份高点是 64.50， 一直跌到了这个25年的4月初，低点是 5.18。 这次的下跌从波浪理论的角度，它是走出了向下推动的一个五浪形态，1、2、3、4、5。那在这个大五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中的三浪也是走出了三浪1、三浪2、三浪3、三浪4、三浪5因此这次的整体下跌，它的内部结构是非常标准的。那下来我们就是通过黄金分割来看一下后期整体向上的一个反弹预期在哪里。目前来看，距离最近的压力 0.236 还比较远那所以来说的话，后期向上反弹的幅度空间都是比较大的，因为此次 A、B、C 向上的反弹，最终的目标至少会看到黄金分割 0.382 的位置也就是 27.90 港币 27.90。 那从目前的整体向上的一个幅度来看的话，空间来看的话，当前应该是处于 A 浪当中从 5.18 向上，这一次走势应该是处于 A 浪，甚至于处于 A 浪的次级别的一个走势。那么这里我们将时间调整到天图看一下。首先说一下我们第一种预期吧。第一种预期是当前处于 A 浪当中可能这是一个 A1、A2、A3、A4， 有一个 A5 结束之后三波回撤一个 B 浪，再向上一个 C 浪 A、B、C。 等一下我们切换到天图再说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走势的存在这是第一种。第二种走势的预期是当前这个高点就是 A1， 向下有一个 A2， 然后反身向上 A3、A4、A5。 整体这一段我们用蓝色线来表示，标注我们又用 A 用紫色段来表示。所以当前是存在两种预期。第一种预期就是更小级别，它会走个1、2、3、4、5，然后完成 A， 最后向下按照黑色段走 B， 三波的 B， 最后再向上走出 C 的5波。第二种是按照紫色段预期，现在 A1 只完成了3波A1 只完成了3波，内部只有3波形态就结束了，向下也会有一个小级别的3波形态 A2， 然后再走 A3、A4、A5 两种预期。下来我们切换到天图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区分情况。如果按照第一种预期，这个目前就是 A1、A2、A3 之后有一个 A4 调整，然后向上完成一个 A5， 这是刚才咱们所说的第一种预期。那么当前我们就需要拿黄金分割划分一下 A3 的回撤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那下方的支撑就是位于10到 9.4 这个区域，分别此次上涨那就是 A1、A2， 近期完成 A3， 然后走调整 A4， 再向上走出最后一个 A5。 那么目前来看，回撤到10到 9.4 这个区域就是它的一个关键支撑万一向下跌破9块这个点位的话，那说明这种预期失败，会按照第二种结构去运行。第二种走势的运行方式就是起手的 A 浪它只完成了3波就草草结束了，从相对的这个高位它会向下走出一个3波的回撤走势，走出一个 B 浪，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种紫色段的一个预期，它的支撑是位于 7.7 到 6.7 这个区域。只有回撤到这个位置，我们才能考虑出现底分型日线十字星，去参与第二波上涨的 C 浪走势。那通过以上结构划分，我们就知道了，当前是存在两种预期，而且这两种预期的走势
目前来看概率是一半一半。但是从操作的角度来说的话，肯定是可以在第一次的说的这个支撑位10到9.4这个区域去尝试一次啊，做多的这种思路的。因为向下如果跌破9块，就会按照第二种预期去运行。所以对于我们短线思路来说的话，可以在第一支撑附近先操作，如果跌破，我们就考虑止损，然后按照第二预期的目标支撑区域考虑再去介入到这个后期看涨的这样一个思路。毕竟现在处于这个筑底完成之后的这个初期走势，那么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但是为了规避将后期的这个多头大涨行情错失掉，所以以很小的止损去博取很大的收益，这种操作的思路是必要的。那么我们再切换到周线图，可以看到刚才所说向上的最终的目标会看到27.90，但是中途的压力我们同样要关注到。黄金分割第一个压力 19.18， 第二个压力就是上一次回撤的一个相对低点的位置，是位于 14.90。 也就是说，如果按照第一种预期回撤到10到 9.4 这个区域，向上涨到15附近的话，那大概也是有 50% 的一个空间啊，5港币的一个空间。那止损呢？止损其实只用放1块钱，1:5的盈亏比是非常符合操作的一个思路的。当然，目前处于这个筑底向上的一个初期，整体的仓位还是保持一定，不要过重。那同时，如果按照第二种预期回撤到7.7到 6.7 这个区域的话，那向上的空间会更大啊，基本上是翻倍的这样一个走势。所以以上两处点位啊，值得大家重点关注，因为整体的中长线走势我们可以看到27，也就是28这样一个位置。所以从当前的点位来说的话，向上的空间还有18或到是20以上的这样一个整体上涨幅度空间，是值得重点关注，后期也是值得重点操作的一个品种。好，今天上午关于这个港股药师帮的整体波浪结构形态以及后期可参与的支撑位置，那么咱们都一一给出了。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咱们涉及的大类主要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好，今天上午的第二个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